你是吃到饱的 CP 值代表，还是说只是看起来厉害而已呢？吃来吃去还是最喜欢鲑鱼了，绵密的油香质地，入口即化的口感，随后还再补上一点 wasabi 的呛辣，以及酱油的甜香，真是相当的美味。超厚实的蟹肉，入口咸香又绵密的蟹肉，是相当的浓厚的。朋友来这边呢，绝对要拿上，你看360度无死角，全部都是软黄啊，真的有够好吃的，津津有味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董 Miss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到桃园龟山一间，很多人庆生、约会或者是家庭聚餐都会来的一间。它主打的是无国界自助百汇。如果你问桃园人说，想要吃饭店级的 buffet 又不想要踩雷，那有没有一间比较稳的呢？很多人应该都会点名这一间哦，桃园机姐 A8 芙蓉大饭店的田园西餐厅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吃到饱的 CP 值代表，还是说只是看起来厉害而已呢？今天用餐费用是1280加上18服务费，用餐时间为3.5个小时。没有在正面开之前，请确保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开吃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，今天好吗？再难都要记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要在桃园龟山的芙蓉大饭店里面的田园西餐厅，一进来大门口，这边有一个很像樱花季的摆设，相当的漂亮。如果喜欢拍照的朋友，可以在这边先摆设一下，再进去吃饭哦。那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呢，是柜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他们的海鲜冷盘区，那看起来蛮漂亮的哦。这边有一些松叶蟹脚跟雪蟹脚，那在我旁边呢是地中海蓝蟹跟面包蟹，旁边就是最熟悉的甜虾咯。在我旁边就是一定都会有的淡菜。还有凤螺跟基础鲍鱼，看起来还蛮好吃的哦。那它旁边是花寿司的部分啊，有红色、黄色跟最一般的版本。那旁边还有细卷寿司跟稻荷，最上面的是炙烧牛肉跟起司鲑鱼，还有鲜虾握寿司。来，今天给大家看，闪寿司比较少人拿。看起来真是相当的可口。那再往旁边一点，就是生鱼片。生鱼片有好几种哦，那我们欧文帮你们介绍一下。它的生鱼片有这个旗鱼、尾鱼、鲑鱼，现在没了，正在切呢。鲑鱼回来喽，师傅的动作相当的快。鲑鱼很漂亮哦，油花相当的丰富。那黄金鲱鱼跟炙烧旗鱼，那旁边都是小波拉，有3种，有和风牛肉、海藻干贝醇跟柚香葡萄。这边还有很多哦，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。那在海鲜区的后面呢，就是饮料咯，有2种，奶茶跟柳橙汁。这边还有冷的决明子，顾眼睛的哦。那还有可乐、雪碧，旁边还有白葡萄酒。再重申一次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安全回家最重要啦。旁边还有红酒，温的红酒，第一次看到。旁边就是一些冷盘沙拉咯，有一些脆爽的黄瓜，旁边就是南瓜，在旁边就是鲑鱼沙拉。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都帮你拌好了。在旁边就是韩式杂菜冬粉，这看起来还好，觉得蛮像木瓜丝的。再来就是意式沙拉，卡布里风味。再下一个就是和风山苦瓜，这个要多吃啊，退火。那在我旁边就是综合起司。喜欢吃起司的朋友可以多吃哦。旁边还有一些南瓜子、坚果类的，在这边就是沙拉类。喜欢吃沙拉的朋友这边都有摆设哦，相当的丰富。那我们再往下面一盘，第一个蒸笼，哇，是肉圆哎，晶莹剔透，感觉很嫩 Q 哦。再下一个就是香菇流沙包，这是欧文最喜欢的流沙包。
等一下一定要多吃。再往下一个就是花生什么的，花生、玉米，旁边还有日式咖喱，喜欢吃咖喱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哦。在这边呢，还蛮香的，一打开就闻到了。在咖喱的旁边就是肉燥饭，哇，好香浓的酱香啊，超赞！我也喜欢吃肉燥饭，你们喜欢吃吗？那肉燥饭的旁边就是白饭哦，白饭旁边还有一些炸物，和风章鱼烧、日式可丽饼，在中间这个主厨推荐的就是披萨，好像是起司口味的。OK， 那我们再往旁边就是蜜火腿跟牛肉现切牛排，牛排看起来外表非常的焦香，还有黑胡椒粒，铁定是很好吃的，搞得非常焦脆。旁边呢还有一个软发明太子酱的风味哦。那我们再往旁边，这边是现冲牛肉汤，喜欢喝牛肉汤的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哦。牛肉想要加多少就加多少。再往旁边是药膳排骨，站在这边就闻到浓厚的药膳味，相当的不错哦。旁边就是罗宋汤啦，非常的焦香啊。那在里面煎台师傅正在用力帮我们煎，现煎的。它现煎料理区有这个牛小排跟鸡肉串，葱盐的。喜欢吃的朋友，等一下可以多吃一点。旁边还有这个鲜虾粉丝包，鲜虾粉丝包，粉丝包的旁边就是鲑鱼松炒饭，感觉是一般的炒饭，上面有一些鲑鱼卵，等一下吃看看。在旁边就是一些无国际的料理啦。多国料理，这边是海鲜煎饼，看起来蛮焦香的哦。再来是五花肉，韩式五花肉，前面的是韩式炸鸡，它的旁边就是春川嫩炒鸡，感觉非常有点辣味，很浓的辣味。再往旁边就是走到日式的炸猪排，还有唐扬鸡，上面就是炸牡蛎，看起来蛮不错的哦。再来就是感觉比较像中式的粤菜之类的牛肉肥牛包，上面就是烩三鲜 XO 酱烩三鲜，旁边就是青花菜，青花菜的前面就是咖喱牛腩，欧文最喜欢吃的牛肉，旁边就是炭烤鱼下巴，哇，这个外表烤得非常的焦香哎，超赞。旁边就是酥皮浓汤。喜欢喝浓汤的朋友，这边很多哦，可以自己拿很多的水果，看起来切蛮大块的哦，很大方，豪迈。整条的香蕉，美国葡萄，搞不好是台湾的，不晓得。凤梨、哈密瓜，这次是绿色的，不是黄色的喽。再来是非常解渴的西瓜，还有半颗的柳橙，1/4片。那这边还有甜点。甜点，蜂蜜口味的甜点，还有费南水、焙茶，应该是乌龙茶之类的。旁边还有马德莲，这边还可以烤团子哦，日式烤团子，看起来蛮可爱的哎，可以自己动手做哦。边还有这些酱料，有红豆、七味粉、海苔粉、中浓酱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一下吃看看。还有炼乳、黑糖，这边有一些手工饼干。OK， 旁边还有一些，这是什么？忘记了。鲷鱼烧。OK， 整个环境空间非常的明亮，而且相对还蛮干净的。这边还有一区忘记介绍到啦，就是冰淇淋。冰淇淋有哈根达斯跟莫凡比，是4种口味。那我们就开始吃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们，我们刚到那自助吧台，那超级多料理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有中式、日式、韩式，超丰盛的啦。首先一定要吃手卷的吧，不然等一下海苔软掉就不好吃喽。我们先来吃最清爽的卤水。
相当清爽的芦笋，带点脆以及甜味。旁边还有这个鲜虾的，还蛮豪迈的哦，大概给了4片。相当酥脆的美生菜，带美乃滋的甜香及鲜虾的鲜甜以及脆感。再来是虾软的，绝对要试上吧。旁边还有鲑鱼软的呢。相对于脆爽的虾软，欧文更喜欢是鲑鱼软的口感，带点咸香又有爆汁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来吃个生鱼片，欧文手上的炙烧旗鱼，看起来是和风风味。绵密的旗鱼相当的软嫩，随后你也感觉到醋的酸味以及甜味，随后再补上一点生洋葱的清脆以及辛辣口感。旁边相当漂亮的黄金飞鱼，就是那酸甜的口感，非常漂亮半透明的旗鱼，绝对要来上一口。入口绵密的旗鱼，带点稍微紧致的口感，甜香的滋味是展现的淋漓尽致。旁边还有鲜红的尾鱼，试上一口吧。相对于旗鱼，尾鱼吃起来更天真的 Q 弹的口感以及甜香。旁边还有我们最爱的鲑鱼，吃来吃去还是最喜欢鲑鱼了，绵密的油香质地，入口即化的口感，随后还再补上一点 wasabi 的呛辣以及酱油的甜香，真是相当的美味。喜欢吃日料的朋友，握寿司当然不能错过吧。鲜虾。相当脆弹的鲜虾，在伴随着醋饭的香甜，整个口感层次还蛮棒的哦。只是说它的醋饭好像稍微硬了一些，香气十足的炙烧和牛，绝对要试上一口吧。入口牛肉的香气是相当浓厚的，咀嚼过程中你也感觉到七桂粉的辣味，以及上面再点缀一点葱花的香气。炙烧系列的握寿司，鲑鱼当然不能错过吧。相当细致的鲑鱼肉，在经过炙烤过后，带点焦香，以及上面再铺上一层奶香味浓厚的起司，是更上一层楼了。旁边有相当漂亮的花寿司哦，虾软的。这个还有芝麻的白芝麻的香气，一定相当的浑厚。旁边的细卷当然要试上一口吧。欧文手上的散寿司，上面有非常多的鲑鱼卵哎，吃看看吧。醋饭的咸甜味是相当的平衡的，带点醋的甜以及酸，随后再补上鲑鱼肉的细致以及咸香。旁边的海鲜冷盘当然不能错过它吧。先来尝口淡菜，看它新不新鲜呢？看起来非常的水嫩水嫩哎，还有非常大只的鲜虾哦。就喜欢这种水煮烫过的，保留海鲜最纯粹的鲜甜味。比如你们喜欢吃虾子料理吗？喜欢吃哪一种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你知道哦。旁边还有相当漂亮的松叶蟹脚呢，你帮它去个壳吧。哇，相当水嫩哎。入口蟹脚的水嫩度是无话可说的，带点扎实的口感，随后再补上一点咸香以及鲜甜味，真的是有够令人讨喜。旁边还有相当大的面包蟹，超厚实的蟹卵。入口咸香又绵密的蟹卵是相当的浓厚的，朋友来这边呢，绝对要拿上。你看360度无死角，全部都是软黄啊。真的有够好吃的，津津有味。接下来旁边还有卤烤牛肉以及蜜猪肉，相当粉嫩的牛肉。入口的牛肉不止软嫩，还带点焦脆以及筋感，随后再补上黑胡椒的香气，而且肉的颜色相当漂亮，带点粉红色。旁边的蜜猪排当然不可以错过它吧。相对于鲜嫩的牛肉，这个蜜猪排吃起来是有点干柴。那它这边还有现煎的料理哦，葱香鸡肉串以及牛小排。我们现在吃鸡肉串，鸡肉的软嫩是无话可说的，表面煎的焦香，伴随着鸡油葱花的香气，还蛮喜欢的。接下来带骨牛小排，我们给它分解一下，有点干硬呢。最旁边的餐台还有无国界料理，韩式海鲜煎饼。煎的焦香带点酥脆，随后再补上花枝的 Q、鲜虾的脆以及甜香。外酥胚呢，就是这个煎饼最好的诠释。旁边的韩式炸鸡，来试看看吧。
酥香的炸衣，带点辣味，吃起来就相当的舒爽。但吃起来蛮像台式的咸酥鸡耶。经典的春川嫩炒鸡，看起来是相当的可口。旁边日式的炸猪排，看起来相当的厚实哎。入口是那多汁厚实的猪排，带点扎实的口感，外皮炸的金黄酥脆，口感是相当的有层次的。旁边还有相当酥香的日式炸鸡，我觉得跟韩式应该也会蛮像的吧。跟韩式炸鸡的吃起来口感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是说少了一点辣味的点缀。那旁边的脆皮五花猪看起来是有够丰厚的。鲜香的五花肉吃起来真的是有够 Q 弹，再带点油花的酥脆 Q 度，以及表皮的胡椒香气，再补上泡菜的脆爽，欧文真的是秒爱上。欧文手上的金汤肥牛包看起来油花还蛮漂亮的哦，相当浓厚的牛肉香气，伴随金针菇的脆爽以及小米辣的香，吃起来是稍微过咸了一些。旁边还有咖喱牛腩，看起来是相当的入味。浓厚的咖喱味，我觉得配个5碗白饭是相当可以。欧文手上的美白菇烩青花，最喜欢吃的蔬菜之一。旁边还有广岛炸牡蛎。欧文手上的鱼下巴看起来是焦香十足，我们来尝看看吧。这个皮有点韧，怎么咬都咬不断。欧文手上的日式章鱼烧看起来相当小巧可爱。旁边还有日式可丽饼，还有相当嫩 Q 的肉圆哎。欧文手上相当可爱的披萨，有浓厚的起司香气哦。浓厚起司味的披萨，基底是相当酥脆的饼干，我觉得吃起来不像披萨。旁边还有咕咕包，芝麻风味的哦。吃那么多熟食了，也该来配超级鲜甜的蛤蜊。表面看起来相当清澈，实际蛤蜊味是相当的浓厚，再带点姜丝的香气，姜丝，带点姜丝的香气，还蛮鲜甜的哦。旁边还有香浓的是味噌汤啊。快不要吃到最后一轮哦，我们来把甜点吃完吧。现在尝尝欧文最喜欢的马卡龙。欧文最喜欢这种 Q 弹紧致的马卡龙，带点甜香的滋味，真的是相当的迷人。手上的抹茶慕斯看起来相当可爱，旁边还有非常类似的柚子抹茶慕斯。最后一个玫瑰覆盆子，绵密丝滑的慕斯，带着本身特殊的香气以及甜味，口感是相当的丝滑。旁边的切达起司塔看起来是相当的酥香。塔皮不是带着酥脆的口感，反而是绵密松软，带点甜香以及起司特殊的咸味。旁边还有相当浓郁巴斯克乳酪蛋糕，旁边72%的柑橘巧克力，我们来尝看看味道如何吧。有够浓厚的巧克力香气，带点稍微扎实的口感，越咀嚼的香气是越加浓厚的。旁边还有一个相当漂亮的抹茶栗子千层。千层的丝滑带着抹茶的香气，以及红豆的甜香，随后还再带着栗子的酥脆，是真心蛮讨喜的。旁边的马德莲也要试上一口吧，稍微有点干口。旁边还有小巧可爱的费南雪，小巧嫩 Q 的红豆大福，看起来很漂亮的蜂巢糕，一定是非常的香甜嫩 Q 的。相当嫩 Q 的质地，带点蜂蜜的味道，整个是相当的讨喜啊。旁边还有日式烤团子，欧文给它加上红豆的口味哦。欧文就喜欢这种香糯的口感。旁边的鲷鱼烧，我们来尝尝看味道如何。表层烤得相当的酥香，里面实际是相当松软，带点红豆的甜香以及软糯，是相当的有层次的。欧文手上的焦糖布丁看起来非常的香甜哦。哇，焦糖的甜味实在是有够浓厚的。旁边蓝莓奶酪看起来相当的漂亮。最后一个相当粉亮的樱花冻，很可爱吧？
吃起来微咸微点，带点花香，有点像洛神花的口感。嗨，朋友，我吃饱了。今天这一餐是相当的丰盛，整体吃起来呢是相当的稳健，虽然说不会特别惊艳，也不会难吃，吃起来口味呢是蛮平稳的哦，非常的适合聚餐跟庆生，还有朋友的聚会。整体的价位呢属于中上，不会太过于昂贵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前帮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小铃铛，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欢迎你跟我们说，你最喜欢吃哪一道菜呢？都可以跟我说。我是董秘收文，吃过远回到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外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记录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